注意看，英仙座流星雨来了。每年8月，当夜空逐渐安靜下來，一場來自宇宙深處的煙花秀就會悄悄拉開帷幕。一道道明亮的光線劃過黑夜，有時候1顆，有時候幾十顆，甚至更多。很多人會停下來許願。有人說這是星星墜落的瞬間，但如果告訴你流星其實和星星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可能會有些意外，因為你看到的那一道光並不是一顆遙遠的恆星掉了下來，而是一粒可能只有沙子大小的宇宙塵埃，在幾十公里每秒的速度下衝進了地球大氣層。沒錯，今年8月12日前後即將迎來的英仙座流星雨，它的每一道流星本質上都是一場發生在地球上空的小型宇宙碰撞。那麼問題來了，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為什麼能夠在黑夜中爆發出如此耀眼的光芒？這背後其實隱藏着宇宙運行中一個非常壯觀的秘密。首先，我們需要糾正一個流傳很久的誤解。很多人小時候都認為流星就是天上的星星掉下來了，甚至流星這個名字本身也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但實際上，恆星距離我們太遙遠了，最近的恆星系統距離地球有4光年。別說掉下來，就算它發生變化，我們看到的光也需要幾年甚至更久才能傳到地球。所以，夜空中劃過的流星不可能是一顆真正的星星，它們更多來自太陽系中的小碎片。這些碎片可能來自小行星碰撞產生的殘骸，也可能來自彗星運行過程中留下的塵埃。而英仙座流星雨的來源更加特別，它來自一顆古老的彗星，一顆曾經穿越太陽系內部，在太空中留下無數碎片的彗星。不過，在揭開這顆彗星的故事之前，我們先要搞清楚一粒小小的塵埃究竟是如何制造出一道照亮夜空的光。想象一下，一顆直徑可能只有幾毫米的小顆粒在太空中靜靜漂浮，它看起來毫不起眼，甚至放在手掌中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它。但是當它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大气层時，情況完全不同。英仙座流星雨中的流星速度大約可以達到每秒59公里。這個速度是什麼概念？普通步槍子彈的速度大約只有每秒不到1公里。也就是說，一顆流星塵埃進入大气層時，速度可能是子彈的幾十倍。在這樣的高速運動下，它前方的空氣來不及躲開，空氣分子被猛烈壓縮、加熱，周圍氣體發生電離，形成高溫等離子體。於是我們看到了一條明亮的光跡，這就是流星。嚴格來說，真正進入大氣層並發光的過程叫流星現象。而那些還沒有完全燒毀，最終落到地面的碎片才被稱為隕石。所以大多數情況下，你看到的流星其實並不是一塊巨大的岩石正在墜落，而是一粒宇宙塵埃在生命最後幾秒鐘釋放出了耀眼的光。更神奇的是，這種現象並不是隨機發生。英仙座流星雨為什麼每年8月都會出現？為什麼幾百年來人類都能提前預測它？答案就在那顆神秘的彗星身上。因為這場每年準時到來的宇宙煙花，其實是一顆彗星提前數百年寫好的時間表。它曾經經過這裡，留下了一條看不見的塵埃軌道，而地球每年都會準時穿過這片宇宙遺跡。如果說流星雨是一場宇宙煙花，那麼製造這場煙花的煙花工廠就是一顆遠古彗星。它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背後的真正主角——斯威夫特·塔特爾彗星。這顆彗星可能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但它卻是人類已知周期最長也是體積最大的近地彗星之一。它的直徑大約有26公里，相比地球來說，它微不足道。但在太陽系中，它卻留下了巨大的痕跡，因為每當它靠近太陽時，一場持續數千年的宇宙播種就會開始。那麼彗星到底是什麼？簡單來說，它們就是太陽系形成早期留下來的原始遺跡。大約46億年前，太陽系剛剛形成時，大量冰和岩石碎片散布在太空中，其中一部分逐漸聚集成了行星，而另一部分沒有成為行星的物質則保留在遙遠的軌道上，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彗星。彗星通常由冰、塵埃和岩石組成，平時它們安靜地運行在寒冷的太陽系邊緣，但當它們靠近太陽時，故事就開始改變。太陽的熱量會讓彗星表面的冰升華，大量气體和塵埃被釋放出來，於是
一條長長的彗尾出現，看起來它像一位穿越宇宙的旅行者，在黑暗中留下自己的痕跡。而英仙座流星雨就是这位宇宙旅行者留下的腳印。这个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繞太陽運行一圈，大約需要133年。每一次接近太陽，它都會損失一些物質，這些物質不會馬上消失，它們會沿着彗星原本的軌道分布，形成一條巨大的塵埃帶。你可以想象，一輛列車駛過鐵軌，車廂後面不斷掉落一些小碎片。雖然列車已經離開，但軌道上依然留下了它經過的痕跡。而地球就像一輛每年準時運行的列車，每到8月，我們都會穿過這條彗星留下的塵埃軌道。那些微小碎片進入大氣層，於是一場持續1000年的流星雨再次出現在我們的天空。這也是為什麼流星雨能夠被精準預測，因為它並不是宇宙中的偶然事件，而是天體運行規律帶來的必然結果。地球繞太陽運行，彗星按照自己的軌道運行，兩者在某個時間點相遇，於是人類提前幾百年就知道天空中什麼時候可能出現流星。這其實是現代天文學最迷人的地方，我們並不是在猜測宇宙，而是在理解宇宙。那麼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為什麼值得期待？根據 NASA 的介紹，英仙座流星雨通常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底出現，峰值一般出現在8月12日前後。2026年的峰值預計也將在8月12日至13日前後。相比很多其他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有幾個優勢。第一，它的流星數量通常比較豐富，在理想條件下，每小時可能看到幾十顆流星。第二，它的流星速度快，亮度較高，有些流星甚至會留下短暫的光痕。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今年峰值附近月光干擾相對較小，這意味着在遠離城市燈光的地方，觀測條件會更加友好。有朋友要問了，我想看更多的流星，需要昂貴的設備嗎？我告訴你，不需要望遠鏡，甚至不需要專業相機，因為流星劃過的範圍很大，望遠鏡反而限制了視野。最好的方式其實很簡單，找一個遠離城市燈光的地方，讓眼睛適應黑暗，然後靜靜等待。有時候你等來的第一顆流星可能只持續不到1秒，但那1秒背後是一顆彗星跨越100年的旅程，是一粒塵埃穿越太陽系的最後瞬間，也是46億年太陽系歷史在你眼前留下的一道光。所以當8月12日晚你再次抬頭看到流星劃過天空時，不妨換一種方式理解它。你看到的並不是一顆星星墜落，而是一顆古老彗星留下的信號。它告訴我們，宇宙中的很多東西並不會真正消失，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存在。一顆彗星離開了，但它留下的塵埃仍然會在多年以後穿越夜空，告訴後來的人，我曾經來過。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